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逆效性多模态融合机制这项前沿研究。这项研究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团队，它从大脑神经机制中汲取灵感，重构了底层算法，实现了性能大幅跃升，同时训练算力消耗减半，而且推理阶段无额外开销，适合零负担部署。该方法兼容多种架构，包括传统与类脑网络，它不需要修改模型结构，仅通过训练机制优化。这代表着 AI 从静态融合向动态适应的进化，它为现实世界中的嘈杂数据提供了优雅解法。在理想无噪音测试环境中，多模态 AI 能保持高准确率，但现实世界充满噪音、残缺与各种突发干扰。当单模态感官严重受损，比如视线完全受阻，或者环境变得极其嘈杂，系统就会陷入混乱。传统多模态 AI 面对这种情况往往彻底无法自救。这种脆弱性暴露出传统多模态方法的致命缺陷。面对信号质量波动，系统无法自适应调整，这成为多模态系统走向实用化的关键瓶颈。传统多模态系统依赖静态融合策略，无法自适应调整，无论输入信号质量如何波动，融合方式都一成不变。这就像在震耳欲聋的工地上，依然拒绝看口型变音，视觉与听觉输入被固定权重焊死，无法动态调整。当单模态信号严重受损时，系统仍平均对待两者。这种僵化机制导致实际场景性能大幅下滑，静态权重锁链缠绕的齿轮是系统失效的根源。要突破瓶颈，就必须引入生物式的动态补偿能力。人类大脑面对噪音时并不会变傻。神经生物学发现，视觉与听觉信息在大脑皮层颞上沟交汇，这一特定区域成为多感官整合的关键枢纽。大脑拥有一套极其优雅的动态补偿机制，它能随时应对某一感官信号缺失的困境。在嘈杂环境中，人会更努力观察口型，就是例证。这种跨感官补偿能力是天生的生物本能，它启发了研究者寻找类似的算法机制。逆效性核心法则揭示了一个明确的定量规律：单一感官信号减弱时，多模态增益反而升高。柱状图显示，弱信号下增益高达 221%， 中等信号时多模态增益降至 58% 左右，强信号及感官清晰时增益最低仅为 23%。 这就是弱模态强融合的生物学奇迹。听觉模糊时，大脑会主动增强对视觉的依赖，这一法则为设计自适应融合算法提供理论根基。逆效性驱动多模态融合策略，简称 IEMF，将生物本能编码为数学公式，它不改变 AI 的底层架构，而是重塑训练过程中的神经可塑性。通过动态调节感知能力， IEMF 让模型学会像人类一样自适应。当单模态信号变弱时，模型会主动增强跨模态补偿，这一过程在训练阶段实时干预反向传播，优化融合权重。因此 IEMF 并非静态筛选输入，而是从根源重构联合表示。它使 AI 在嘈杂环境中依然保持稳定的多模态整合，最终实现性能提升的同时，不增加任何推理开销。IEMF 机制并非筛选信息，而是重塑融合。它通过3个步骤动态更新融合权重。第一步，独立评估每个模态的信号强度。第二步，计算多模态融合的整体强度分数。第三步，根据逆效性分数实时干预反向传播。整个过程由模态强度评分模块控制反馈回路，这使得训练过程具备类人的动态自适应能力。弱信号时加强跨模态补偿，强信号时保持纯度。动态梯度调制系数克西是 IEMF 的核心控制单元。公式中伽马大于0，且卡帕调节补偿强度。分子 ST 的 x 次方次方则是两者融合后的总强度。比值越小，说明单模态信号越弱。此时克西值会大幅飙升，开大学习率水阀。反之，当单模态信号强时，克西降低，关小水阀。这种实时调控保护了强模态的原始纯度。为验证逆效性融合策略，测试设计极为严苛，任务横跨分类、连续学习与问答3大经典场景。模态组合涵盖音视频、视觉语言和3模态底层架构，横跨传统神经网络与脉冲网络。这种跨任务、跨模态、跨架构的设计极为全面，它考验算法在噪音环境下的动态适应能力。每项任务设置不同强度的信号干扰条件，
整体框架为后续性能对比提供了坚实基准。在最嘈杂的环境噪音测试中 ，IEMF 带来了显著性能提升。面对4种截然不同的主流基线方法，它始终提供稳定正向增益。Kinet Sounds 数据集上 ，Concat 从 43.37% 跃升至 51.42%，MSLR 从 47.41% 升至 51.33%，OGGGE 从 57.63% 升至 64.61%，LFM 也从 48.20% 提升到了 53.07%，CREMAD 数据集中 Vanilla 基线从 53.63% 升至 56.37%， 而加入 IEMF 后，准确率从 68.06% 提高到了 72.03%。这些结果证明 IEMF 在噪声环境下具备极强的通用鲁棒性。IEMF 的通用性不止于音视频、视觉、语言任务中同样表现稳定。Concat BERT 的 F1 从 58.87% 升至 59.82%，MMBT Grid 也达到 59.85%， 低基线的维尔伯特跳升近5个百分点。情绪识别里，恐惧与喜悦维度改善明显。雷达图显示，多数情绪类别均被增强。仇恨魔音与3模态对话 ，IEMF 表现突出。连续学习任务中，模型常遭遇灾难性遗忘。新知识覆盖旧知识，准确率急剧下跌。折线图显示，基线准确率随任务数快速下滑，而 IEMF 加持后，准确率下降十分缓慢。它无需额外绑定学习参数，即可延缓遗忘。动态自适应策略有效锁住了已有知识，同时吸收新信息，保持稳健的记忆能力。这显著延缓了模型遗忘崩塌的过程。多模态问答考验模型在冲突下的逻辑定位。研究以司法鉴定问题追问最后发生乐器位置。基线模型受到模态噪音干扰，错误回答左边 ，IEMF 模型则成功定位到正确答案右边。视频画面证实演奏者位于右侧正拉小提琴。雷达图显示 IEMF 在单模态下也优于基线，这表明动态融合机制有效去除了感官干扰。弱模态补偿带来细粒度逻辑推理能力提升。IEMF 是一种底层优化插件，不挑剔网络拓扑结构，它既能适配卷积神经网络，也能融入 Transformer 架构。无论模型基于序列、卷积还是注意力机制 ，IEMF 都能完美嵌入。这相当于为任意多模态模型提供通用的优化引擎，开发者无需重写现有模型代码或调整主干网络。它的兼容性由局部特征提取和全局注意力2种框架验证。这种即插即用的特性大幅降低了集成门槛。IEMF 的架构无关性使其成为普适的优化工具。IEMF 在类脑脉冲网络中依然表现卓越。脉冲残差网络3个任务性能均显著提升。声景视频任务准确率达 73.5%， 反超人工网络。脉冲变换器注意指标从 30% 跃至 85% 以上。这表明 IEMF 不仅适用于传统人工网络，它也适用于更接近生物机制的脉冲架构，充分验证了其跨范式通用优化能力，为类脑计算提供了高效的多模态融合工具。传统门控方法与 IEMF 的核心理念截然不同。传统门控在推理时直接挑选好信号，丢弃噪音项，但这种方式会彻底丢失弱模态中的潜在信息。IEMF 则采用训练时重构策略，它通过损失函数强迫网络从弱信号中挖掘潜能。反向传播过程持续提升融合能量，优化联合表示。传统方法遭遇噪音时选择捂住耳朵， IEMF 则是强迫大脑长出顺风耳，从根源重构。IEMF 打破了融合闭损单颗的传统认知。加入 IEMF 后，有效抑制了模态间的过度干扰，即使剥离多模态部分，单颗性能反而更强。实验曲线显示，该策略拆解时性能最高且平稳。传统多模态训练后拆解的曲线波动剧烈，纯单模态独立训练的性能曲线始终最低。这意味着 IEMF 实现了融合与单颗的双赢，因此模型在单模态任务中依然保持高可靠性。标注数据仅剩1/5时，传统模型准确率骤降，但逆效性融合机制让模型保持高准确率。折线图清晰显示，数据量仅2成时，差距最大。红色实线代表逆效性融合，准确率几乎没降。蓝色虚线是传统模型，性能随数据减少大幅跌落。黄色阴影标出了两者在2成数据时的最大差异。
逆效性融合在标注稀缺时榨干了有限特征的价值，该能力在医疗、生物等数据匮乏领域很有价值。损失函数景观图揭示了 IEMF 的深层机理。无 IEMF 时，模型陷入尖锐的极小值峡谷，微小干扰就能让性能大幅跌落。加入 IEMF 后，优化走向宽广平坦区域，这种平坦极小值赋予模型极强的抗干扰能力，即使在数据波动或噪声下也能保持稳定。这是泛化能力提升的数学基石。IEMF 让模型从脆弱变得坚韧，训练总算力消耗最高可降低一半。在 MSL2 上 ，FLOP 减少了 45.2%，OGGGE 更是下降了整整 50%，LFM 的算力削减也达到了 38.6%， 推理阶段完全不增加任何额外开销。模型部署后与原版速度完全一致，这打破了 AI 领域越强越贵的铁律。高效训练与零负担部署同时成为现实，只要现实数据存在强弱不均与嘈杂失衡， IEMF 就能成为解法器。它不再停留在论文里，而是直指真实世界的难题。单细胞多组学面临极度不平衡的稀疏数据，癌症生存预测需要融合强弱不一的临床线索，神经影像融合则要处理充满个体噪声的波形。这三个场景都缺少稳定高质量的单模态信号。IEMF 的动态补偿机制恰好可以填补这种缺失，它让算法从实验室走向了真正的科学应用。IEMF 的4个特质共同定义了它的价值：生物启发，让算法从大脑科学优雅转身动态重塑，告别死板权重，实现实时环境适应；极致效能，用更少数据换来更平坦的泛化。灵感部署则实现了算力减半与推理零开销。这些特质并非孤立，而是环环相扣的设计哲学。它证明了生物本能可以被转化为数学法则。IEMF 不只是一个算法补丁那么简单，它是机器向生物智慧进化的一次深远致敬。未来，这一思路或将启发更多跨模态智能突破。